跟大家聊了这么久房地产市场买的逻辑，难道房子只应该买不应该卖吗？当然不是。我虽然是长期看好多伦多房地产市场的，但是经历了一大波涨幅之后，整个市场中的优质资产的数量是在明显下降的，垃圾数量正在急剧的增加。同时呢，2022年的余下的时间里面依然是有加息的预期的。在房价暴涨和加息双重打击之下，整个房地产市场中已经有一些房子价值被高估，来到了需要卖的点位。整个房地产市场呢，也快速的从极端的卖方市场滑向一个微妙的均衡市场。现阶段手中持有价值被高估的物业的房东，是时候拿出来卖一波了。毕竟继续持有这样的物业，未来增值的潜力并不大，还有下跌的风险。卖了之后置换成一波相对价值更好的房产，这才是长期在房地产市场投资中安身立命的根本所在。今天来跟大家总结一下，现在的房地产市场中到底有哪一些房子明显被价值高估了。欢迎对号入座，来看一看你有没有中招，内涵猛料，敬请期待。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朋友 Norman， 我们又见面了。2021年多伦多的房地产市场涨了一大波，2022年初的这几个月呢又涨了一大波。我年初呢预测2022年涨幅将会是2位数，慢慢的已经快变成每个月涨幅2位数了。当然整个一年只要没涨到100%，我的预测依然是对的。从2021年初我推荐大家闭着眼睛买房子，到后来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买，到现在的擦亮眼睛仔细看准了再买，我对多伦多房地产市场的评级从强烈买入降低到了买入。是的，我依然长期看好整个多伦多的房地产市场，可以买自住也可以买投资，相信未来是比股票市场表现会更好的。我个人呢也在年初把股票卖掉了，换成了房子，到现在为止呢，今年买了2套。但是随着整个市场的快速上涨以及未来加息的压力，房地产市场不可能一直以每年30%的速度继续上涨了。大家要做好房地产市场变天的准备。今天 Norman 在这边给大家总结了一下哪一些房子在现在的市场中已经推荐大家开始卖了，还有哪一些房子是大坑，没买的千万别买。要注意，我今天讨论的100%是投资的逻辑。如果你手中持有的是自住房，喜欢最重要，不要全看数字，卖不卖都可以。今天视频中举的所有例子均不针对交易本身和交易的相关方，万一是你，纯属巧合。大家记住最重要的一点，如果你的房子对号入座成了被高估值的房子需要卖的话，这边记得联系我。房子上的问题找 Norman 就够了。原创内容制作不易，希望大家帮我点一个免费的赞，关注一下我的频道，谢谢。第一类物业，楼王楼，指的是单价或者尺均价特别贵的房子，这里呢特指 condo。 每个区尺均价最贵的房子通常都是涨得最慢跌得最快的房子，这似乎已经成了一种诅咒。一个房子甭管大小，当它的尺均价来到了对应区域最贵的时候，那么它真的就已经卖得太贵了，价格被高估了。如果你是持有这种物业的房东，在现在市场好的情况下卖掉尺均价贵的房子，换到类似区域低于平均尺均价的房子，很多时候可以做到1换2。当我们把一个尺均价贵的房子换成2个相对尺均价比较低的房子，这个时候2个房子的增值按百分比算，通常是可以明显跑赢这个更贵的房子的。拿downtown举例，比如这个楼在我看来价值就已经被高估了，作为一个现房，它卖出了6亲不认的楼花的价格，差不多来到了1500一尺。相信卖掉这个现房，带着它对应的利润，
你是很容易可以做到1换2的。我们去买2个小1号、尺均价更低一点的房子，增值的比例和增值的总额，极大的概率都会跑赢继续持有这套房子。所以如果你持有的物业是这一栋楼里面的房子，或者是类似的单价比较高的公寓，推荐大家抓紧卖。第二类土豪房，总价特别贵，明显超过了这个区域平均的房价。这边指的主要是大 house， 任何一个区域人们都会对它有一个基本的判断，甚至是偏见。当我们持有一个区域总价最贵的房子的时候呢，这样的房子就会陷入涨得比较慢而且比较难卖的状况。这是由于如果我们在一个200万的区持有一个400万的房子呢，持有400万预算的人通常不会到这个区来买最贵的这个房子，他们会去更豪华一点的区域买一个价格相对适中的房子。我们持有的这个400万的房子就很容易被整个区域落下，被整个区域的平均房价所拖累，上涨的幅度没有那么大。也是因为人们通常对一个区的定义是有成见和偏见的。大家如果想做翻建呢，也不要去老破小的区域做翻建，最好是找已经有 30% 以上的房子翻完了的区域，不要去做第一波吃螃蟹的人。你在一个普通的区域花150万买了块地，翻建完了想卖350万，往往是很难做到的。因为有350万预算的人会选择去更豪华的一个区域买一个价格适中的房子。拖更了很久啊，跟大家说要讲一讲翻建，非常抱歉，这个坑一定会给大家填上的，敬请期待。总价贵了的房子呢，我在这边也找了一个例子。这栋房子位于 Richmond Hill， 卖了400万出头，而它周围的房子呢，大部分是卖在300万左右的。持有这个400多万物业的房东呢，在300多万的物业中就有一点鹤立鸡群了。买下这个物业的人，未来很有可能涨到450到500万才有一些利润。试想一下，未来有500万的预算，你会在这个区买房子吗？哦不，有500万我就退休了。拿着400-500万的预算，相信更多的人会选择区域更核心的 Rosedale 甚至是 Willowdale 去购买。这些区的房子质量也是很不错的，整体的价格呢也没有比这里高多少，未来升值潜力在我看来也是更大的。无论你的房子是不是整个区域最贵的房子，长期来看，总价贵的房子确实会是越来越难卖的。毕竟按收入算，想要买这个400万的房子，贷款300万左右，需要年收入达到60万以上。整个多伦多有多少人可以达到60万的年收入呢？之前一期视频给大家算过这个账，年收入来到22.5万就可以算作加拿大前 1% 的收入了。我相信在整个多伦多很有可能也只有几千人可以有这个收入。如果是新移民呢，贷款总数通常被封顶在150万左右，加上各项交接费用，差不多要掏出280万的首付才能买得起上面这一栋房子。这么算下来，400万以上房子的数量是远远多于可以负担得起这个房价的人数的。长期来看，持有400万以上的房子，指望土豪现金玩家来接盘，并不是一个明智的投资选择。毕竟土豪数量没有房子数量那么多，指望土豪看上你的房子要赌运气，万一他喜欢的是你邻居的房子呢？长期来看，持有一个区域内最贵的物业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投资决策。如果你现在持有的物业是该区域内最贵的房子，同时你又没有那么中意这一套房子，可以考虑现在卖掉，换一个更好的区域去买一个接近平均价格的物业持有。第三类房子，比较远的房子，具体怎么描述呢？给大家放个视频吧。先坐飞机到昆明，再坐1天的长途车到蒙自，再换车到平边，再坐1天的拖拉机，1天的牛车就到我们家了。简单讲，回家需要坐地铁转火车，还要自己开车，位置差不多在大多伦多的边界，就可以算比较远的房子了。现实中计算远不远呢？大家可以用简单的摇人算法。如果你想组一局狼人杀、麻将、斗地主或者是剧本杀，打开微信叫几个朋友过来，
看看大家愿不愿意过来，有没有觉得远，多长时间能凑齐这一桌人，就可以大致估算出自己的房子算不算远了。我有个朋友，微信名叫住在森林里，他是真的住在森林里，住在多伦多边上的绿化带里面。去他们家一趟，基本上要打铺住下，第二天再回来。我想这应该就可以算得上远了吧。之前有一期视频讲到小城镇和比较远的区域的土地供应，在这些区域土地供应是非常充足的，所以这些区域的土地整体的价值潜力是比较差的，上涨速度也是比较慢的。那么这些区域的房价上涨的主要因素实际上是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会影响重建的成本 replacement cost， 而随着重建的成本上升，房价也会被带着进一步上升。这边呢，比较远的房子也给大家找了一个案例，位于东桂林，卖到了差不多330万加币。这套房子的重建成本大概是多少呢？参考 Altus Cost Guide 可以得到下面几个数据。如果是 Custom Built， 那么成本在480块钱一尺以上，这里指的是每一套房子有单独的设计图纸，设计师专门给你设计了比较多的细节的房子。还有一种呢，叫 Cookie Cutter House， 指的是同一个社区里面几张图纸和设计会被多次重复使用，同时呢，开发商采购原料的时候也因为同样的原料会被多次使用，可以拿到相当可观的折扣。这样的物业通常建筑成本是在100多到200多这么一个区间。在我看来，我举的这个例子中的房子不能算 custom built home， 更靠近 cookie cutter house， 因为建筑商修建了整个社区，相信其中很多原料是集中采购，图纸呢也被多次重复使用了的。如果把重建每一尺的成本算在260到480一尺之间，我们取一个比较大的数字，350块钱一尺，按5000尺计算面积，得到了重建成本差不多175万。这套房子的土地应该估值多少钱呢？在我看来，估值25到50万是比较合适的。毕竟开发商拿地通常都是一次拿100甚至几百个 lot 的地，一大笔钱买一大块地，然后自己去慢慢分割，给个顶格的50万土地成本已经是比较高估的算法了。50万加175万得到了225万，这个数字就是这套房子的核心成本，也是开发商如果重建这一套房子大致需要花费的成本。这套房子之所以可以卖到330万，其中的溢价呢，主要来自于我不会建这套房子，所以我要找开发商帮我建的这么一个智商税溢价，以及我就是喜欢这套房子的一个冲动溢价，当然还有前面的卖价和开发商的利润。根据我查到的数据，在几年前这套房子第一次以楼花的形式卖给第一任房东的时候，总售价是不到170万的。我已经把各项税费、交接成本都算进去了，这意味着最开始开发商的成本很有可能只有120到140万。在我们拿到了开发商的成本、开发商的利润、第一任卖家的利润之后，还有一些额外的溢价，总价来到330万之后，我真的不知道未来这个房子再往上涨，核心的驱动点在哪里。相信未来在类似的区域也会有更多更新更豪华的房子建出来。未来这样一栋330万的房子想要拿到利润也是需要涨50万往上的，我实在是比较难以想象这套房子卖到400万以上的情况。如果你是这栋房子或者是类似房子的房东，推荐大家可以考虑卖掉，换一个更核心区域的房子，相信在未来的时间里收益是更可观的。第4类，天残地缺老破小。在均衡或者是买方市场下，买家一般对有缺陷的房子一定是绕着走的，因为大家有的选嘛，谁也不愿意买有缺陷的房子。而在现在这样一个房子相对数量不够，买家相对选择有限的时间点里，有缺陷的房子，人们对他们的折价就没有那么充分了。很多时候有缺陷的房子和没有缺陷的房子的差价是非常微小的，这就给持有有缺陷房子的房东一个出货的机会。
有缺陷的房子主要分这么几类，第一类是户型不太好，有浪费面积的；第二类是靠着高速、高压线、铁路的房子；第三类是物业比较老、比较旧，管理费特别贵的房子。在正常的年份，有缺陷的房子的折价是非常非常惊人的，尤其是管理费特别贵的房子，之前市场比较平稳的时候是比较难卖的。我去年就卖掉了一个管理费来到1850块钱一个月的房子。大家要知道，1850块钱的管理费都可以还得起40万贷款对应的月供了，而且这个40万贷款对应的月供还25年就没了。管理费呢，理论上讲你是要永久的交下去的，那么第26年到第正无穷年之间交的管理费就成为了一个额外的负担，所以这个贵的管理费实际上是比贷款还要大的负担。在去年卖这套房子的时候呢，我相信整个折价肯定是超过了40万的。而在今年的市场中，我们会看到很多管理费比较贵的房子也以一个比较惊人的价格在市场中被卖掉了。买家没有对这样的缺点进行充分的折价，所以这些有毛病的房子实际上价值是被高估了的。就好比这一套给大家找到的房子，管理费来到了惊人的1135块钱一个月，约合1块1毛3每尺。这么贵的物业管理费放到平常的年份，相信是很难卖掉的。今年3天卖掉，卖超了1400块钱一尺。我相信放在平常的年份，这样一个价格和这样一个速度是断然不会发生的。在我看来，这一波牛市是处理天残地缺、老破小这样有缺陷房子的最重要的时间。这一波房子的房东一定要抓住机会出货，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第5类，网红楼、小红书围观楼。这些楼其实本身没有什么特点，但是买他们的人出了一个比较哗众取宠的价格，导致这些房子瞬间被很多人过来围观。其实呢，就是有一些人脑子一发热买贵了，而且贵的比较明显，出了一个几年后才会出现的价格，有一点哗众取宠的感觉。未来呢，这些楼大概率增长的速度是会跑输周围类似的楼的。相对来说，今天这个价格就被高估了。一个楼如果有人愿意出几年后的价格来购买的话，一下就把这个楼的价值带上了一个大大的台阶。我觉得这些买家是真正有自我奉献精神的人，他们给楼里的每一个房东发了一笔彩票福利。如果你的楼里面有人花了大价钱买出了几年后的价格，继续持有等下去意义也不大了，因为我们肉眼可见整个楼未来涨价的幅度会跑输其他类似的楼。卖掉换一个增值潜力更大的楼是最佳的方案。这边举例还是要用到上一期视频用过的这个例子，万锦600尺的1+1卖到了接近95万。这又一次让我领略到了宇宙中心在曹县，多伦多中心在万锦的真理。我其实一直觉得这个房子是存在内幕交易的，不过并没有什么证据啊，就是自己歪歪一下。如果你持有这个楼里面的房子的话，推荐大家无脑卖，换一波便宜的房子，涨得肯定更快。再比如北约克这个870尺的房子，卖出了100多万的价格，尺均价来到了1200块钱。去年我给客户在同楼里面买类似的物业，其实只有80多万。虽然涨价幅度没有万锦那么夸张，也是结结实实的涨了一大波的，可以考虑卖掉，换一个还没有怎么开始涨的楼里面的物业。说完了哪些物业是强烈推荐大家卖的，最后来说一种推荐大家坚决不要买的物业类型。第6类，价格匪夷所思的楼花。开发商之所以新的楼花都卖到了如此匪夷所思的价格，是因为现在的市场并不是特别稳定，建筑成本上升，利息很低，未来呢，整个市场的走向和利息也是不确定的，所以开发商需要给自己留够足够的安全和利润空间，最后导致这么定价，开发商当然是安全了，大家如果去买，很有可能就给多伦多创造 GDP 的增加，添砖加瓦了，最后让开发商把利润都带走了。这样的房子真的是没买到就赚到了。比如这边这个房子500多尺的一室，低楼层就卖到了110万以上，
同楼的部分2+1卖到了240万以上。与此同时，周围比较新的现房尺均价大致在1200到1400一尺，这个项目卖到了2000以上一尺。在我看来，朋友圈中分享这个项目的经纪人一定是在赚钱和职业道德之间做过艰难的抉择的。另一个更狠，在沃特路下面这样一个奇葩的户型，卧室没窗户，有一条大大的走廊，卖到了1200一尺的尺均价。有1200一尺的尺均价，你去买刚才那个楼啊，5168样，把那个房子买下来，房东也可以拿着你的钱再去换2个更便宜的房子。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讲了这么多的案例，目的就是把在我看来现在市场中价值被高估的房子类型分享给大家。强烈推荐大家可以积极的对号入座。如果你持有的物业对号入座进入了其中的某一种或者多种物业类型，只要这个房子不是刚需自住房，都推荐大家拿出来卖掉，换到更有增值潜力的区域和物业类型去做投资。有一句话叫盛世的古董，乱世的黄金。在房地产投资中，像黄金这样的 core value 就是位置、户型这样的属性，无论时间怎么过，市场怎么变，该增值也一定会增值的。古董更像是 luxury feature， 在市场特别好的时候，它们是可以被卖上价值的。当市场变到比较差的情况呢，这些属性通常是跌得最快、最虚的东西。这也是为什么乔丹的豪华的房子卖了几年都没有卖掉，市场非常小，整体的豪华属性并不怎么增值。现在的市场并不能算乱世，是从盛世走向乱世的过程中，无论市场环境是如何的，房地产投资总是能找到不错的机会。我之前就多次讲到，哪里楼花贵就去哪里买新的现房，这个基本逻辑就是寻找价差。在现在这样一个市场涨的速度特别快的环境下，价差一定是更好找了的，而不是更难找了的。在现在的环境下，卖掉价值被高估了的物业，去买那一些相对来说没怎么涨、涨得比较少的物业，一定是可以找到投资的机会的。Buy low, sell high。好，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感谢大家的点赞、关注、评论、转发，毕竟转发了你就赚发了。房子上的问题找 Norman 就够了，我们下期见。